老铁决定终止这个小东西的疯狂举动。他来到隔壁，用中指的关节敲了半天，防盗门的门中门终于打开了，也只是一道小小的缝隙。小男孩堵在门缝里，脖子上挂了2把钥匙，两只漆黑的瞳孔十分的机警，盯着老铁。小男孩很小，可样子有些滑稽，头发是3/7开的，梳得一丝不苟，白衬衫、吊带裤、皮鞋，像一个小小的进口绅士，也可以说像一个小小的洋场恶少。小男孩十分老气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老铁笑笑，蹲下去，指着自己的一张老脸说：“我就是隔壁阳台上的老爷爷。”小男孩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老铁说：“不干什么，你让我进去，我帮你把窗前的椅子挪开，那样不好，太危险了。”小男孩说：“不行。”老铁说：“为什么？”“我妈说了，不许给陌生人开门。”小家伙的口头表达相当好，还会说陌生人，每一句话都说得准确而又完整。老铁的目光越过小男孩的肩膀，随便瞄了一眼，家境不错，相当不错，屋子里的装潢和摆设在这儿呢。老铁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男孩避实就虚，反问了一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老铁伸出一只巴掌，一边说话一边在掌心里比划：“我呢，姓铁，钢铁的铁，名字就一个字，树，树林的树。你呢？”小男孩对着老铁招了招手，要过老铁的耳朵，轻声说：“我妈不让我告诉陌生人。”“你妈呢？”“出去了。”老铁笑笑说：“那你爸呢？”小男孩说：“也出去了。”老铁说：“你怎么不出去呢？”小男孩看了老铁一眼说：“我爸说了，我还没到挣钱的时候。”老铁笑出了声来，这孩子逗，智商不低。老铁一下子就喜欢上了。老铁说：“一个人在家干什么？这你总可以告诉我了吧？”老铁光顾了笑，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笑容里面充满了巴结和讨好的内容。小男孩很不客气地看了老铁一眼，咚的一声把门中门关死了。小男孩在防盗门的后面大声说：“干什么？有什么好干的？生活真没劲！你听听，都后现代了，还饱经风霜了呢。”老铁没有再上阳台，这样的孩子老铁是知道的，人来疯，你越是关注他，他越是来劲，一旦没人理会，他也就泄了气。果真是这样，老铁把自己藏在暗处，只是一会儿，小家伙就从椅子上撤退了，重新拉好了玻璃窗。老铁松了一口气，老铁注意到小家伙又开始用他的小舌头舔玻璃了，他舔得一五一十的，特别的仔细，像一个小动物。同样的一个动作，他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上午，一点厌倦的意思都没有。舔完了，终于换花样了，开始课。老铁也真是无聊透顶，居然在心里头帮他数。不过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，刚过了400下，老铁居然把自己的瞌睡给数上来了。老铁揉揉自己的眼睛，对自己说：“你慢慢刻吧，我不陪了，我要眯瞪一会儿了。”